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啊？我们上学时候学的物理公式，功等于力乘以距离，这些支配着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竟然跟我们内心的那个属灵世界有着一种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性，是不是很神奇？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解开这个奇妙的公式背后的秘密。你看，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掌管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物理定律和掌管我们属灵世界的那个生命之道，它们之间呢根本就不冲突，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全和谐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来自同一位神圣的设计者。所以说，自然的定律是什么样的，我们心灵的定律它也就是什么样的。没错，就像诗篇里说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为了能真正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别急，让我们从一个物理世界里大家都很熟悉的基础概念开始说起。这个概念就是功。你看，公式很简单， W 等于 F 乘以 S， 也就是功等于力乘以距离。这个公式其实是在描述什么呢？它描述的是一种能量的转移。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探索属灵力量的一个完美的起点。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力，就是 F。一个物理上的力，它要想存在，必须得有3个基本要素。是哪3个呢？第一，它得有大小，对吧？就是这个力有多大。第二，它得有方向，也就是这个力是朝哪儿使的。第三，它还得有一个作用点，就是力施加在了什么地方。这3样缺一不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概念是怎么一步步展开的。你看，物理上的力有3要素，那奇妙的地方就来了，我们内在的那种属灵的力量，我们把它叫做心力，它竟然也同样有3个完全对应的要素。现在大家来看啊，这个类比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物理上的力，我们刚刚说了是大小、方向和作用点。那么在属灵的世界里呢，完全对应。信，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它对应的就是力量的大小。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心力就有多大。然后是望，也就是盼望，它对应的就是力的方向，它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最后是爱，爱就是那个作用点，是我们所有力量最终施展的地方。所以啊，哥林多前书里才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你看，这句话是不是一下就把物理世界和属灵世界那条看不见的线给连接起来了？一个法则是掌管着宏观宇宙的，另一个法则是引导我们内心世界的，但它们的底层逻辑，那个设计蓝图是完全一样的。好，现在我们理解了力的部分，也就是信、望、爱。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公式是 W 等于 F 乘以 S。光有力是做不了功的，这个力呀，还必须作用在一段距离上，才能真正的产生效果，也就是做功。那么距离，也就是 S， 它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很简单，就是速度乘以时间嘛。在物理世界里，你要移动一段距离，就得有速度，还得花时间。那么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属灵旅程中，也需要有对应的属灵速度和属灵时间。这个类比又来了，你看，我们属灵的速度是什么呢？就是勤劳。你有多勤劳，你的速度就有多快。而属灵的时间呢，就是忍耐和坚持。你能够忍耐多久，坚持多久，你的时间就有多长。所以现在我们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看，关键点就非常清楚了。耶稣的真道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物理学的做功公式 W 等于 F 乘以 S 来完美的表达。你看，力 F 就是我们的信、望、爱，而距离 S 呢，就是我们的勤劳和忍耐。两者相乘，就得到了我们属灵上所做的功。所以你看，信、望、爱、勤、忍这5样美德，它们是一个整体。要想结出生命的好果子，你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它们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缺少任何一个部分，整个系统就运转不起来，也就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缺一不可的概念，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就好像有一个木桶，它是由5块木板拼成的。这5块木板呢，就分别代表了耶稣的信心、盼望、爱、勤劳和忍耐。这个比喻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木桶定律，对吧？一个木桶它到底能装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板决定的，恰恰相反，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的。你看，就像土里这样，哪怕其他4块板子再高，只要忍耐这块板子很短，水一加到这个高度，就全都漏掉了。这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完全一样的。你能做多大的功，你生命的高度能达到哪里，完全就取决于你最弱的那一项美德。所以雅各书里说的非常清楚，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5样美德是一个整体，你只要在一个点上跌倒了，在最短的那块木板上出了问题，那实际上你整个桶都漏了，就等于全都犯了。好，我们刚刚讲了缺一不可，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这5样都守住了，会怎么样呢？那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赐予生命的道，它就像一颗不能坏的种子，里面带着不可思议的应许。我们来具体看看这颗不能坏的种子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力量。首先，如果你有信，你就不会有怀疑。这种有信无疑的状态就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就好像一颗种子要破土而出，它里面蕴含的那种原始的不可阻挡的生命力。接着是盼望，如果你有盼望，你就不会有忧虑。这种有望无忧的状态，就为你所有的力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就像一个指南针，能带你穿越所有忧虑和迷茫的浓雾，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梦想最终一定会成为现实。然后就是爱，如果你有爱，你就不会有恐惧。有爱无恐，爱就是我们行动的那个着力点，是一切力量的落脚之处。它能驱散我们内心所有的恐惧，给我们转败为胜的勇气和能力。好，信、望、爱，这个利益我们有了，但别忘了还要有距离才行。所以就需要勤劳做工，它能确保我们不是原地踏步，而是每天都在快乐的成长，把内在的力量真正的转化成外在的行动和果效。最后也是常常最考验人的一环，就是忍耐。你必须忍耐到底。忍耐就是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耕耘、去浇灌，保证这根生命的种子能够经历风雨，最终结出那最美好的果子。大家看 W 等于 F 乘以 S， 这就是大道至简。设计这条属灵定律的父神，他的智慧真的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但是他把这么深刻的真理，用一个如此简单、如此清晰的方式表达了出来。那么到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看明白了？耶稣的真道其实就是 W 等于 F 乘以 S。那我们花时间理解这个公式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就像一张我们属灵世界的地图。只要你明白了，并且真正去遵循这条简单又充满力量的道路，你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最后，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里的这句话：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说，我们今天谈论的这条道路，它不是一个什么暂时的想法，也不是什么人生哲学，它就是神那个活泼的、永存的、不能朽坏的道，是一颗能够带给我们新生命的种子。